大家好，我是静。这次安排4天3夜台东兰屿之旅，来到飞鱼的故乡，沿着一望无际的太平洋，欣赏山与海的美景。这里有清澈的海水，珊瑚礁是知名的潜水胜地。兰屿的部落文化也十分丰富，分享交通、住宿、美食，走访超过15个景点。喜欢我的影片可以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那我们就出发吧！这边是资本车站的外观，那它是1985年建造，这边都有租车的，摩托车很便宜耶，一台200。大家好，我是季。那我现在到资本车站了，花了4个小时才到，晚上才要入住饭店。先去太麻里租机车1日游，等一下应该会去3个景点快闪的拍照，然后拍完再回到资本车站，就可以有饭店接驳车来接，出发吧！来到太麻里华园曙光观景台，最有指标性的地标就是这个太麻里的英文。这一次规划台东兰屿4天3夜，第1天的话会入住资本，第2、第3天的话就是入住兰屿啦。之前有规划2次都没有成行，这一次终于可以出发了。我现在在太麻里华园曙光公园，资本车站骑车只要20分钟。这边是个非常适合看日出的地方，在远方就可以直接眺望绿岛。等一下会去华园附近的2个知名的景点，直接欣赏太平洋的海岸线，我们就去看看吧。华园观景台的话，摩托车停这边，徒步区就是往这边走。左右2边都是别人的农作物诶，刚刚看的话是种释迦，很可爱耶，有变黑色的释迦。里面有鱼诶，而且很多鱼。哇，这个海岸线很漂亮诶，它这边有高低落差，所以大家如果要走到这里要小心哦。仔细看还是有天空之镜。现在在华园观景台，然后它是在华园村的方向，在太麻里的附近快闪景点，待个10分钟拍照。在太麻里的椰林大道，那它就是2边种满了椰子树，那看过去的话就是海岸线。如果是好天气的话，非常好拍哦。但今天是阴天，来这边快闪拍个照吧。又回到了资本车站，要在这边等资本今年4季酒店的接驳车。现在来到资本，很谢谢今年4季酒店提供这一次晚上的住宿。今年4季是台东资本的首选散心度假的地方。提供多达7大类的房型可以选择，还有 Hello Kitty 的主题房哦。目前馆内有射箭场、健身房、游戏室等众多设施，以及各项体验活动皆可提供预约。资本火车站坐车过来只需10分钟。
饭店有提供专属的停车场及接驳车服务，刚搭的就是饭店的接驳车。附近有白玉瀑布可以去，就在饭店的后方。它现在气势磅礴的，前阵子有下雨。旁边的话就是资本溪，然后补充一个资本的小知识，其实温泉是在卑南乡哦，只是因为以前的人很习惯说资本山上的温泉，所以后来就变资本温泉。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选影片下方查询。那再次谢谢资本金莲四季酒店，那我们就进去看看吧 ，Go！现在要来开箱今天住的房间。那一进来的话，就看到这个兰屿代表性的拼板舟，整体装潢是用浅色系的去表现。这一间酒店的话，它有两面景观，一个是面山景，像这一间的话是面资本溪。附它的备品，居然还有浴衣耶，还有很像木屐的拖鞋。他说这个不能带走，还有一次性免费的 mini bar。现在开箱它的厕所，整体真的很大哎，算是浴室3件套，就是都是分开的，马桶、淋浴间跟浴缸都有附送哎，但现在也可以自己带哦，会比较环保。房间开箱完毕，等一下就去看看它的公共设施。这边很适合遛小孩，这样有攀岩的，好可爱。小孩看了会失心疯的小拖车，整体是还蛮适合亲子的一间酒店哎。儿童放电乐园是7月才新开幕的哦，整体的规划都很好。订阅，按赞分享。儿童放电乐园那边可以借 Switch， 我现在就来玩看看东京奥运吧。它这边有提供4个手把，然后3个游戏片，也有马里奥赛车。哇，倒马街现场也太多人了吧？那它是在大厅。吃它的自助晚餐，这边有沙拉吧，应该是它的海鲜。各式咖啡，晚餐还蛮多样的哎，很多当地有的特色餐哦。我刚才有看到那个马告汤，很特别。餐后也有甜点跟水果，每一个都夹一点来吃吃看，那就开吃喽。早安，台东！哇，早上的日出，但今天云层很厚，看起来很像那个日落哎。今天是来到台东的第2天，要准备出发去兰屿喽。是5点多起来，因为船班是6点的。等一下就要直接搭计程车20分钟去富冈渔港。这艘船的话，去程是搭2个小时。希望浪不要太大，不要吐爆，拜托拜托拜托！出发吧 ，Go Go！ 来到富冈渔港的售票处。
我拿到船票了，来回的话一个人是2300，而我有在赖上先预定。记得以前也有去过绿岛，也是往这个方向，好怀念哦。7点的船班比较少人哎，那它的船票要保管好哦，只要不见就要再重买了。绿岛之星也有到绿岛兰屿后壁湖，后壁湖也可以到兰屿哦。今天是搭绿岛之星前往兰屿，好期待哦！终于要成行了。好像好几年前我去绿岛的话，整艘船的人都在吐，已经先吃了晕船药了，必备。听说一定要坐中后段。我到兰屿了，好开心哦！我这边叫做开元港，今天天气还蛮阴的。现在要前往住的民宿，叫做飞鱼民宿。然后旁边有一间餐厅叫无恶不作，听说这边的餐厅都有时候开，有时候没开，所以可以打电话问问看他今天有没有开。开箱今天住的民宿，它这个装潢很温馨哎，上面是达悟族的图腾。它的阳台看出去就是海景，非常漂亮。稍微介绍一下兰屿好了，它以前叫做红头屿，以前这边有原生的蝴蝶兰。兰屿的面积大概是45平方公里，主要都是达悟族，所以等一下在路上也可以看到拼板舟。那等一下就往北部绕一圈。这边是兰屿的地图，总共有6个部落，这6个。等一下看是要往北边走还是往南边走环岛。那主要看日出的话是这边，看日落的话是这边。住的地方在这里，渔人部落飞鱼民宿。7的话，岛上有2间，一间在西边，一边在东。最有名的地下屋是在这个野营部落，野营地下屋。那看日落最佳的位置是青青草原，因为它算是一个火山岛，所以其实岩石非常的多。出发顺时钟环岛，今天主要介绍兰屿美食和一些景点，山海美景则会放在明天。一起来趟美食之旅吧！等一下来吃这个挂包，兰屿阿东飞鱼挂包，上面写营业中。它还有卖炒饭，飞鱼挂包120，这间好像是名店诶，很多人来。飞鱼卵炒饭，超大的飞鱼卵，鱼卵口感超好吃，炒得很香哎。这边的东西都超好吃，满满的飞卵跟飞卵酥，一定要来，现在人超多，名店。横田雪花冰，听说也是 IG 的美食。这边有雪花冰，而且是海草飞鱼卵，好特别。这个200，有芒果、西瓜口味、泰式奶茶口味，它很特别，它是坐在凉亭上。那我点了那个是红豆牛奶雪花冰，那它是坐在凉亭吃的，还蛮舒适的。来到兰屿的超市，好多人哦。码头旁边有唯一
一家加油站。加油站的后面的话有兰屿灯塔，在这里是旧的灯塔，还有一个新的，等一下也会去看。哇，这个海洋的颜色好美哦！灯塔在那里，它是用这边的代表色红白去做搭配。来到兰屿灯塔呢，它是1982年建造的，大概民国71年。它是属于比较新的灯塔。刚刚看的那个是旧的，全台海拔最高的灯塔，段非常陡的上坡才来到这里的哦。但它不能进去，所以只能在外面拍照。往灯塔路上的景色就可以看到这个月牙湾。往兰屿灯塔的路上，这边会经过小天池，那它是一个火山口，在传统上是一个禁地。听说小天池的景色宜人，但是要爬一下，这一次就不走了，先去别的景点。五头山在这边，来到五孔洞，一系列的海蚀洞，这个以前被达悟族称为恶灵之地，里面目前现在有个十字架，各个洞都是相通的。来吃这一间海燕窝，在东清部落。野营部落的地下屋，那它是有报名导览的。以前古人的生活方式，兰屿算是风很大的地方，所以把屋子盖在有遮风避雨的地下室。这里有很多宝特瓶做的艺术品，主要是在诉说，这是兰屿的垃圾必须运回台湾本岛处理，但是现在游客量增加，越来越多的垃圾。这里有写它的理念，哈西部湾，意思就是堆垃圾的地方。是台湾电力公司存放核废料的地方，它整个范围超大的，就是沿着这个墙壁到后面这样。不知道这个核废料存放多久了，知道也可以下方留言哦。我现在来到兰屿的最南端，这边有好多羊哦。在对面的话就是小兰屿，超像兰屿的分身。如果晚上东清夜市有开的话，会再回到东清夜市看一下。这个是龙头岩。这间文文芋头冰在网络上蛮有名的，刚吃它的芋头很浓郁耶。那我还顺便点了飞鱼芋头冰球60。炸飞鱼真的是超好吃，之前在绿岛有吃过。那这一只是150。对，而且它整个那种胡椒味，超香，蛮推荐。如果有去绿岛或是兰屿，一定要点炸飞鱼。
大推。来到东清夜市，那它是位在东清部落的 Seven 前面，岛上唯一的夜市，开到晚上10点，晚上也不无聊，大家可以来这边走一走。虽然摊位不多，但是很有气氛。这一摊是地瓜球，这一摊是烧烤，东清地瓜饼、小米甜甜圈。买到甜甜圈了，那这个是40。刚出炉，热腾腾的。地瓜饼，小米甜甜圈，超级酥脆，超好吃，满满的梅子粉。狗狗都很惬意，每一只都看起来很想睡，没什么想打拼的精神。试试看那个营业到7点半的油面子。早上浮潜完，接着踩点打卡景点，一路上会经过各种奇特的岩石，最后来到制高点眺望全景的太平洋。大家早安，今天是我来到兰屿的第2天，一早就要出发浮潜啦，蛮期待今天的浮潜的，因为听说兰屿的水质是最清澈的，等一下就拍给大家看。这边的狗狗真的都在睡觉，也从来不会听它们叫1、2声，还在摇尾巴，在跟我打招呼啊。民宿的旁边有兰屿文物馆，那这边有介绍有兰屿的文化、建筑群、飞鱼记，在里面都可以看到。那我记得它是有门票的，一个人好像是100块，有兴趣的人可以进去看看。
蓝屿天气更好了，馒头爷又更清楚了，山海一线。这样的话，我要把昨天的景点再拍一次，就是蜜月湾，像是一个爱心的形状，各位有看出来吗？虎头坡的方向可以看蜜月湾，旁边就是馒头爷。这里是开元港搭船的地方。今天中午来吃开元港旁边的小八驿站，我看网络上它的餐点照还不错哎，然后评价也蛮好的，就进去吃吃看吧。鸡排餐、梅干扣肉餐，一盘是230，分量超足的，我开吃哦。鳄鱼岩是火山喷发形成的。这个叫做玉女岩，大家看得出来是玉女，我看不出来耶。现在来到双狮岩，看得出来有2只小狮子吗？它们算是感情很亲密的贴在一起。兰屿是火山岛，所以它非常多奇怪的岩石，都是以前火山喷发形成的哦。在兰屿都可以看到满满的山羊群，骑车的时候也要很小心哦，因为他们有时候会过马路。对面是军舰岩，那它是东清部落的遗产。以前在美日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美军以为它是日军的舰艇，所以轰炸了它，因而得名。军舰岩的右边就是乳头山，这边的话是非常好欣赏日出的地方，听说要走20分钟。这是鬼洞，应该比较不会那么潮湿了，进去看看吗？现在前往东清部落旁的情人洞，它是要走一个步道下来的，好天然的一个大拱门哦，需要走这种珊瑚礁岩过去。所以黑色的石头就是火山岩，建议大家还是要穿布鞋过来。太平洋这边打穿这个火山岩，一路流到这边。继续往这个方向一直往内打，哇，整个凹进去。
大自然的威力真的好强哦！哇，很壮观哎，都是海浪的声音。它这边就像是个出海口。现在要前往东清秘境，听说很多人在那边玩水，结果不是这边，看很多人摩托车停在那里，就是刚才去的情人洞。这边的话是东清部落，还有拼板舟体验都在这里。那昨天的东清夜市也是在这一块。我身后这一条呢，就是兰屿唯一的中横公路，它叫做东81，2公里这边就有停摩托车的地方，要在这边停下来，步行走20分钟就可以抵达兰屿气象站。听说这边的景观很好，他说这边如果骑摩托车的话容易打滑，所以不建议骑上去。山路陡峭，车辆易打滑。这个坡度真的超陡的，没有办法骑摩托车上来。刚才明明也有看到有人偷偷的骑上去，而且还不少人哦，10分钟就可以到了。我继续走。哦，到了，这是一栋白色的建筑物。介绍兰屿气象站的机器，空气悬浮粒子的检测，或者是雨水水质方面的检测，还有辐射的检测。这边可以眺望整个全景的海景，一览无遗。好，来看一下这个兰屿气象站的历史。日治时期所新建的兰屿气象站，好像是在昭和15年所兴建，被美军炮弹炸过之后就变成这样。因为旁边都是后来所兴建的，这里是旧气象站的位置。台东县历史建筑物，好难想象以前的人有在这边生活过。兰屿气象站，那大概走了20分钟上来，是非常陡坡的，还蛮累的，可以走慢一点。眺望东清部落，赏日出的绝佳景点，那还蛮推荐大家可以走上来。现在有时间的话，会去青青草原看日落。那晚餐的话，有时间会去吃知名的旅人餐厅。青青草原的入口对面的话，有卖一些衣服的地方。看日落的绝佳时间。今天根本是登山之旅吧？走上来，不过云层好厚，我希望还看得到日落。大的洞哎，超像金鱼洞的。这里就是青青草原，地上都有羊便便，要小心。我现在是5点钟过来，刚刚好。看不到日落了，这里好像一个秘境哦，有山有海，神圣的光。吃晚餐的路上，小蓝鱼。
晚餐来吃兰屿有名的旅人餐厅，这间可以看海哦。有一些冷面啊、薯条，或者是汉堡类的，那它也有酒类，我记得它开蛮晚的哦。点了潜艇堡，那它是有搭配饮料的，可以看这个无敌海景太平洋。大家有来的话，晚餐来吃哦，而且它算是酒吧，所以开很晚，可以来喝酒。我点的虾堡餐来了，这一盘是350，可以选140的饮料，分量很足哎，而且超好拍的。大家早安，今天是我们来到台东的第4天，也是在兰屿的最后一天。早上我会去鲁头山，听说那边只要20分钟就可以眺望整个海景哦。我觉得它大概3点的时候就没有这么炎热了，9月来还不错，刚好避开暑假。离开兰屿的船班大概是下午3点，所以早上就还有时间可以去很多地方走走。船班回程的时间是2个半小时，因为回程的话有停靠绿岛，所以会比去程多半个小时。希望风浪不要太大。来兰屿必拍的，早上都没有人呢。前几天这边满满的排队人潮，光线也很不错。往中间的海岸走的话，就有那种走进海里的感觉。这边都是车道通行的，所以大家要注意车况哦。这个地方叫做红头岩，像水渠一样的地方 ，Google 上面写的，很像巨大的钟乳石，一直在滴水。再来吃东清33号，是非常有名的早午餐，它有户外的位置哦。现在要前往鲁头山，它是在昨天的情人洞旁边，也是位在东清部落。入口的话是往这边走，大概走20分钟到这个顶端。鲁头山在那边，走这一段林线上去，哇，这个上坡路越来越陡了，不过代表也快到了。耶！我到了鲁头山，那这就是在山下看到的岩石，它的外形而得名。这边眺望的话就是军舰岩，我觉得下雨天就不要来了，有点危险，因为杂草丛生的，建议穿长裤长袖，不然会割到手、割到脚，不会到太危险，但是也没有到很安全的一个步道。但另外一边的话，可以远眺东清湾。山顶上就长这样，这边是鲁头山，转过来的话，眺望东清湾哦，所以代表这边是面东，是欣赏日出的好地方。如果有体力的人，可以一早就上来。东清部落是位在台风第一排，就是也没有山壁遮。东清湾呈现一个湛蓝绿色的，也有拼板舟，可以直接滑向太平洋哦。鲁头山登顶成功，推荐给大家。
下山的路段有点陡哦，大家要小心，从这边下去。哇，兰屿的山好壮观哦，一览无遗的山跟海。是一路上的道路，这样子往下走。传统达悟族的服装，达悟族是非常惧怕恶灵鬼怪的，所以他们晚上出门的时候会戴这个面罩。传统地下屋报名处，这边就是他们达悟族以前传统地下屋。兰屿有许多凉亭，都是要脱鞋的哦。这一次的台东兰屿4天3夜结束了，体验兰屿之美的人建议旅宿2晚以上，不用出国就可以体验到海岛度假风情。这里可以欣赏一望无际的太平洋，第一次浮潜就看到那么清澈的珊瑚礁岩。这边充满了部落文化、自然生态风貌，非常推荐大家来走一趟。等一下就要搭2个半小时回程喽，详细的资讯我会放在说明栏。喜欢我的影片可以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谢谢大家支持，我才能拍出更好的影片。台东兰屿，下次见，拜拜。